我们来谈谈，我相信你们在战情室里讨论的一些肯定被提及的细节。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 ，WTI 原油价格显然大约在94、95美元。今年年初的时候，它还不到60美元。本周早些时候曾短暂飙升到114、115美元。什么样的水平是美国经济无法承受的呢？我认为这不是价格水平的问题，我认为这可能更多的是持续时间的问题。你知道，如果你还记得，即使在2008年，我们也曾有过创纪录的飙升，我记得是140多，147。所以我认为这是持续时间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能源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美国。我们的液体燃料产量创下了纪录，包括原油和天然气。现在天然气价格受到的影响很小，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体现在能源和家庭账单上。所以，总统再次专注于他的使命，那就是消除伊朗的导弹能力、他们的制造能力、他们的空军、他们的海军，以及他们将力量投射到境外，并斩断这条作为全球恐怖主义主要策划者的蛇头的能力。您显然承诺会协助船只的保险流程。关于伦敦劳合社的那个细节，我们先放一放。过去24小时内，国际能源署和您都宣布了大规模的战略储备释放，但短期来看，这并没有对油价产生作用。不，我们先回顾一下。市场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我们在周日晚上看到了油价飙升。我想一度上涨了大约30美元。然后一夜之间，《金融时报》报道说，国际能源署正在考虑释放3亿到4亿桶储备。接着我们就在那天经历了单日历史上最大的逆转，所以这已经计入价格了。因此我们在周一召开了7国集团财长会议，讨论了此事。周二召开了能源部长会议。然后昨天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一起参加了领导人会议，领导人们确认实际上将释放4亿桶储备，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是的，我完全接受这一点。潜在释放的消息确实将价格从峰值拉低了，但很明显，我们仍然比年初上涨了大约50%。我想我的意思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这样持续下去，您是否开始考虑海军必须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帮助船只通过？这会对定价产生巨大影响，是吗？好的，你看，这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就是说，美国海军或者说一个国际联盟有可能护送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现在确实有油轮正在通过，有伊朗的油轮。我相信也有一些中国籍的油轮通过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在海峡里布雷。这是你们刚才在战情室讨论的吗？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那么您是否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会从现在开始立即改善呢？我的看法是，一旦军事上可行，美国海军也许会与一个国际联盟合作，护送船只通过。这件事情是刚才在战情室里提到的吗？这是您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我们离那一天还有几天吗？我们一直在为此做计划，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个月、好几个星期的情景分析。你知道的，一直都在为此做准备。所以，那么这在未来几天内就有可能发生，是吗？这是一个可能性。只要你知道的，我们完全控制了天空，并且正在削弱他们，你知道的，他们没有空军，他们的海军，无论是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沉没了，而且他们的弹药工厂、导弹的重建能力都已经被完全摧毁。所以只要能够确保安全通行，我们就会去做。而且再次强调，有了 DFC 保险产品，这是我们已经预料到的事情。
而且因为劳合社确实会宣布不可抗力，然后它的保单就失效了。所以我们认为为进出海湾的邮轮提供200亿的保险，足以确保你知道的一个循环的保险计划。关于你的长期政策还有很多要谈的，我想在这方面再问几个问题。这场战争目前的运行成本是多少？每天10亿，每天100亿？再说一遍，我没有在记录这个运行成本，因为你知道，在美国，我们的财政部和管理预算办公室是分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财政部长而不是财政大臣。大概数字呢？今天公布了一个数字，今天发布的公开数字是迄今为止大约11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2周的时间。那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财政状况，你们计划这场战斗，这场冲突要持续多久呢？我再说一次，那110亿美元确实是一大笔钱，但是你知道的，我们有内置的缓冲机制，而且这不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必须担心的事情。您不可能去敲总统的门，说我们必须暂停这个，我们负担不起了，对吗？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你知道，我们去年看到的是外国对美国国债的兴趣持续增长，美国国债迎来了自2022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而且我们是去年7国集团中唯一一个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下降的债券市场。最后再问一个关于这个的问题，你对那些之前被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印度炼油商发布了一个30天的豁免，他们获得了30天的豁免，你是否对此感到遗憾？就是俄罗斯正在从这场冲突中获利。我再次强调，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们给予30天豁免的原因，因为俄罗斯的石油已经在运输途中了，而且这对印度炼油厂来说是一个快速的供应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石油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流向中国，所以俄罗斯从中获利，这难道不令人遗憾吗？遗憾。再次强调，这确实令人遗憾。我们希望他们受益的只是一个非常短的时期。我们来谈谈美英特殊关系以及那里的发展。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这个了。你以前在英国住过很多年，现在还经常回去。川普总统上周说他对英国不满意，他说凯尔斯塔默不是温斯顿·丘吉尔。你当时谈到了这个，以及他上周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西班牙和英国说的话。你说西班牙让美国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凯尔斯塔默也做了同样的事吗？再次强调，我们延迟了全面实施军事计划。你知道，我认为主要担忧是迪戈加西亚基地的使用，而且 B-2轰炸机不得不进行37小时的往返飞行，而不是我认为大约3到3个半小时的往返飞行。所以你知道，而且还需要不断的空中加油。所以我认为任何延迟都会导致风险增加。而且再次强调，川普总统是美国军队的总司令。我们和他一起在战情室里，他非常庄严地承担着那个领导角色，致力于维护我们军人的生命。任何破坏这一点的都会让他感到不安。我认为这就是他反应如此强烈的原因。我想确认一下，您刚才说，对于西班牙任何延缓我们行动能力的事情，都会让美国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西班牙让美国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英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吗？我想我们有着非常棒的历史的关系，而且我认为我们会让它重回正轨的。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对斯塔默首相有多不满呢？
再次说明，首相很晚才提出要向该地区投入资源。offered to put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and 我相信该地区是有资源的，而且我们之间有长期的关系，路上肯定会遇到一些波折，但我认为我们最终会回到正轨的。英国国王和王后原定在春天的访问，有任何被取消的讨论吗？ Not at all. 完全没有。目前在英国，首相再次面临很大的突然压力，部分原因是在他任命彼得·曼德尔森为美国大使时，有关他了解什么和不了解什么的爆料。我认为我最想问的问题是，如果国会提出要求，彼得·曼德尔森以及安德鲁·蒙特班、温莎是否应该到国会作证？那是国会的事情。如果被要求，他们应该来吗？我不太确定他们的法律义务会是什么。你知道，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如果国会要求你来，你就应该来。但是我还是不确定。我不是律师，我是华盛顿少数几个不是律师的人之一。而且，我不太确定这如何适用于海外公民。我想在过去的1-2周里，我们意识到美国的政策可能正在向前迈进。而盟友不一定都完全支持。我们谈到了与基尔斯塔莫的冲突，我听你经常说，总统也说过，美国优先不意味着美国独行。这是你们所有政策的意图和目标。你有没有和你的同行们有过对话，让你担心这种选择将不再可行？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认为你们正在采取的行动是美国独行。我想你正在看到，正如我所说，我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参加7国集团领导人电话会议。7国集团领导人，大家基本上都在支持美国正在做的事情。祝贺我们清除了世界上这个伊朗的毒瘤。他们更关心的是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正在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形成一个国际联盟。许多国家都提供了他们的扫雷舰，如果需要探测水雷的话。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件事，因为我认为就我们的盟友而言，世界上没有人希望伊朗政权以其目前的构成和他所投射的力量继续存在。我们还看到的是，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对他们的袭击感到震惊，而且你知道，我认为他们得到了一个严酷的警醒。想象一下，如果伊朗比他们12或14天前，也就是2月28日，强大2-3倍，那会是怎样？美国现在在中东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绝不是的。就像我说的，我们每天都在按计划推进，甚至超前。伊朗的实力正在被削弱。你知道的，那位新的阿亚图拉从地堡里发出了信息，我们还没有见到他，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你是在暗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吗？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他受伤了吗？他是否受到政权其他成员的威胁？你认为政权更迭在未来几天内有可能发生吗？再说一次，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之前说的3个。但是，一旦这些事情启动，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在暗中自行发展。